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喷喷牧师。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谈一下关于自由。我们这个自由呢，不是说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叫做自由。我们这个自由是对自我认识、自我关怀的一个的自由。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有自由的去做任何的事情，在一个合法、合情、合理、有爱和公义的这个条件原则底下，我们都可以自由。但是我想说呢，我们从小到大在原生家庭或在社会里面，是别人来告诉我们什么是自由的。我们很少我们自己发现我们自己是可以有这些自由的。比如我们如何听、如何看、如何感觉、如何冒险，这些我们都是听别人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看、应该说、应该听、应该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们应该不应该，我们都是别人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真正的知道我们是有这个自由的权利去听。在萨提亚有5个关于人类的自由，我们要重新的启动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自由的看和自由的听，让我们可以自由的去看和自由的听，来代替这个应该如何看和应该如何听的这个部分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华人，我们都有这个的背景，我们是如何的看和如何的听，因为我们的原生家庭或者社会告诉我们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不可以、不应该但是我们现在长大了，我们自己有独立思考，会分辨了。连我们的上帝他都没有阻挡我们去自由的，所以我们才会说上帝创造我们是自由意志的来创造，就是创造我们有自由意志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就是有人拿着一支枪叫我们信耶稣的，我们都是自由的选择去相信主耶稣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要重新的拿回这个自由，自由的看，自由的听。然后第二呢，就是自由的说一个人的感觉、看法、想法，来代替应该如何说。很多人从小就是教导我们，或老师教导我们，我们应该如何说。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说，当然就是原则上是不伤害，就是有爱和公义的原则底下，我们就可以说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由。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说不可以说都常常在我们的内心，就是我们叫做 inner voice 内在的声音。如果我们有这个内在声音停止我们有这个自由，我们可以用我们个人自由的去感觉想法来代替我们如何说这个部分。第三个就是自由的感觉来代替应该如何感觉。讲到感觉感受的很多时候小的时候妈妈说的不可以哭，其实我就很伤心嘛。然后他说你是大男人，你是男人，男人是流血不流泪的那他就是在告诉我不应该伤心。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父母在打我的时候说不可以哭，不可以哭。 Your Google Home isn't set up yet. To get started, download the Google Home app on a phone or tablet. It's okay. 吓死我。然后就是打我不可以哭那这种的状态打我不可以哭呢，他是在告诉我应该如何感觉。很多时候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醒过来，醒觉过来其实我们的感受，我们是应该是可以自由的流动我不知道我刚刚去教会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很伤心，也没有觉得我需要哭，但是我在听诗歌的时候突然间就哭了。然后我刚刚去教会的时候，我就很感动，听到诗歌我就想哭。
但是我的原生家庭的背景告诉我说，大庭广众不要哭，很丑的。那这句话是从哪里来呢？就是小的时候我的父母教我的，或者我的学校的同辈，我的同学他们教我的。以前我们一起去玩，然后跌倒了很痛，然后说男孩子不要哭不可以的，那就让我们停止，教导我们什么叫应该不应该。所以我们要拿回这个自由的感觉，自由的去感受来代替如何感受，好不好？第4个呢，就是自由的说出你想要的，来代替总是等待对方的允许。你想要的，到底你想要什么？其实我们有很多人呢，都是被社会、被家庭宠坏的孩子。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？我身边有很多朋友，他们对我都有很多的期待，比如我们上课比如我是一个牧师，他们说牧师应该怎样，应该怎样这些其实都是你自己的期待你自己的期待。那这些期待就是你想要的东西，那你得要自己去满足自己，而不是等别人来喂饱你，等别人来给你，对不对？我还记得我去上课的时候，有一些老师讲课真的是很无聊就是他的声音就是一条线，没有上下音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想睡。以前很不成熟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在那边埋怨说可不可以老师你有趣一点。那慢慢我学习到，我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，每一个人教课程，每一个人表达的方法和能力都不一样。那最后我是怎样呢？我跟老师说我可能等一下上课上到一半，我可能很累，我就要站去后面，我就站着上课，让我自己不睡着，让我自己不会就是 miss 掉任何老师讲的一些重点。所以有很多时候我都会站在后面，然后我就去写，因为在大学上课一上就是2-3个小时的中间有一些小小的休息但是真的是很累，我就用方法来帮助自己，因为上课是我要的 OK， 所以我就要想办法去得到这件事情，这也是自由自由的去选择，不是让别人来应许你这个自由。所以你今天想怎样？比如你现在在上课，上这个自我认识的201课程，你想学到吗？你不要过了12堂之后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生命。你有没有努力的去做这个的自我满足你想要什么？有没有努力的去练习？有没有去努力的去发问？去寻找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也是自由，也是自我负责第5呢，就是自由的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冒险。小的时候我们家附近就有很多的一些冒险的地方，比如爬山森林或者是那个湖边等等的这些，那父母觉得很危险，然后就叫我们不要去。那我也非常体谅或了解这件事情小的时候真的很危险。但是现在我们长大了，我们会不会也一样的不给自己去冒险呢？其实有很多事情长大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无奈。这些无奈呢，就是我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走，前面是很黑暗的，我不知道下一步，所以有很多人觉得很无奈。但是这种无奈对我来讲真的是很少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冒险的人，我可以一个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然后我自由的去听、去看、去感受，然后去得到我想要的，所以我就很兴奋我就觉得不无聊整件事情。好，讲得太远了。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说，我们有没有这种让自己去自由的冒险的精神呢？我们是可以冒险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自由的冒险的精神呢，我们会常常觉得无奈，因为我们什么东西都要 control， 我们什么东西都要有保障，因为不让自己冒险其实人生每一天都是冒险。你以为你每天都是8点起身，然后上班，然后
晚上8点放工回家，都是同一个方式或者同一条路，好，这样子去上班和下班。其实当中其实有很多事情会发生的哦，有很多意外会发生，这不是冒险吗？这当然是冒险。所以允许自己可以冒险，这也是一种的我们失去很久，在现代社会我们失去很久的自由。那现在重复一下就是自由的看，自由的听，自由的感受想法，自由的说，自由的去感觉我们内心不来代替这个不应该这样子去感受的，然后自由的去得到你想要的，然后最后就是自由的去冒险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当然冒险我要提醒，就是用安全的一个方法，这相对比较安全的方法去冒险。所以今天讲自由这件事情呢，自由这个2个字常常被很多人误会，很多迷思啊。自由到底是什么？最后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，就是有一个科学家找了5个人，然后呢就关在一个房间，然后他就做一个实验，他就告诉他们，现在你们可以自由你们想做什么都可以，然后我给你们大概2个小时之后我就回来。然后2个小时之后呢，那个科学家呢就回来之后呢，然后这5个人在这个房间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打烂了，有的桌子啊、椅子啊、窗口啊什么。然后那个研究的人就问他们，就反问他们，为什么打烂这些东西？因为你说可以自由啊，自由做什么东西都没有代价，那我就做啊。然后就给我们看到很多人对自由的误会，就是说自由就是我可以破坏任何东西而没有代价的，其实那个代价可能就是自己所以自由不是说你可以破坏任何东西，自由不是说我可以做任何东西来伤害环境或其他人。自由其实是对自己内在的自由，因为内在的捆绑是你自我造成的，内在的自由释放也是你可以去做选择，让你得到这个自由的。所以在爱和公益，不伤害自己、他人和情景的环境，在安全的环境，请大家好好的去享受，拿回你生命的自由吧，好不好？如果喜欢的分享、按赞 ，OK， 然后我们下个影片我们再见，拜拜。